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跟凤玲公开，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公开了这些东西，我受不了，会直接的影响到我和凤玲的感情。其实我谈过。已经没有了，可是那时候我也不敢跟人家讲，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原因呢？就怕咯。我也听说，就是朋友家聚餐，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情侣，真是的，全世界都知道了。两个人去后面站起来去厕所看，哇，两个人在舌吻呢，然后出来好像没事。这好劲爆。慧眼说亮话。那这个节目呢，每一期我和慧玉会邀请一些朋友和艺人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一起谈天说地，分享大家感兴趣的，也希望你感兴趣的话题。请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那么今天呢，欢迎两位啊，欢迎丽婷还有明杰，欢迎 Hello。我觉得今天这个谈论的话题啊，跟明杰非常有关系哈。是的，基本上就是经验分享，是吧？我已经上岸了，那也是从油开始的哈。所以今天聊一个话题，其实我自己都很有兴趣哎。是啊，就是今天聊艺人的恋情。凤玲嘛哈。凤玲。当你爱上的时候，你们首先考虑的是要保密，对不对？啊，对。哦，真的啊？为什么要保密？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媒体。是你们还没有确定，还是不懂怎样面对？不懂怎么面对。朋友知道了吗？都知道。朋友都不知道，只有圈内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很多人尝试想要，到底有没有？哇，不要骗。走得很近哦。对。怎么一起去教堂？对。这个不能公开的原因，第一条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对吗？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我也有一个自卑心，就是因为凤玲在我的脑海中的时候是哇，七公主女神级的，就是不可以触碰的那种，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心里又有自卑。然后如果被公开的话，媒体一定会是讲我，哎呀，这个我不好啊，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作为男生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压力啊，对。是不是你们艺人想太多？就是爱情嘛，就是爱情。只要都是单身男女，正常情况好或者不好，这都属于正常范围啊。因为公众人物一定要付出一些可能比普通职业的你面对的东西更赤裸，所以当你公开一段的时候，你是更赤裸的在面前让大家来评论这段感情。就好像说，如果是一个素人，他说。对啊，为什么要隐瞒？谈恋爱就谈恋爱嘛，大方一点承认嘛。可是他可以讲得很容易，但是对于公众人物说，我讲出来你会怎么评论我？这个是他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做过艺人。那我们问一下丽婷，如果说你现在找一个圈内人，你最担心的会来自于什么样一种内容的评论？我觉得，因为我们当艺人，我们 part of our job 就是形象，这是我们不可以没有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形象，所以很多时候。很像，如果你公开了，然后可能1个月后你们就分手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的很滥情。是，而且你分手了，我又要怎么去跟媒体讲，还是我要怎么去跟这个观众讲？你要怎么跟下一个？是，然后就是你就很，然后如果我又在圈内又找另一个，那这个我又更加怕，哇！你怕人家写一个 flower 的歌？那你们觉得谈多长分手就算比较认真的呢？不要冲动哦，这个东西，有些人就是可能他谈恋爱了，他哇很开心，就那 honeymoon phase 啊，很兴奋这些 ，OK， 我要宣布给大家说，我谈恋爱了。就是有时候你 honeymoon phase 过了就没啦，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确定他这个真的是。真的有，那没有人可以确定。是，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先 OK 稳吗？稳了 OK 再考虑要不要说 ，you know， 不然真的要考虑太多的东西。我觉得。而且以你的经验，如果说现在一个年轻人圈内，跟你很熟，他跟你讲阿姐我爱上谁也是圈内的，你会叫他们公开还是想办法低调？你会讲先不要报，先低调。真的吗？你也是这样看的？我也是这样看。哎呦，还好没有人问我就会公开，祝福不好。那当然，我首先会衡量。我说你跟他不要了。如果说你跟他不错，我就会那好好谈啦，怕什么？
不是怕，我觉得因为媒体的压力，你要有心理准备去面对。是因为我觉得毕竟谈恋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当你们的整个沟通跟思维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些，不管是祝福还是酸民的话，其实这个过程可能是外人可能不能就是不能够去理解的问题。所以当你很确定了之后，你去确定这段感情的时候，你再去公开。不然的话，当艺人人家会一直把以前的事情一直拿来讲啊，这是前任，这是前任。我觉得这个对，这不是很好，这不是很好。我觉得对男女都不是很好。如果你和凤玲都不是艺人的话，你们会不会就公开的比较更早一点？应该吧，对啊，因为你没有，你就是这身边的朋友。那到底艺人怕点什么呢？不是怕点什么，能不能讲清楚？就是怕媒体，然后媒体能说什么呢？还有就是网民兼凤玲，简直是躲男女。网民的攻击，他会讲什么呢？哇，网民就是他所考虑的那些东西。对，我都会看留言的，有一些留言对，肯定嘛，毒舌的，有一些很不好听的称呼，有一个称呼叫阿丢，这种是因为你跟他拍拖的情况下，对，所以我受到很多这种攻击，是你们看不到的，但是我会看的。对，所以说就是说我攀高知，而且我那时候我来新加坡也蛮久的时间的，有一些作品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你们不接受我，还不接受我，会让我觉得很失望，会让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跟凤玲公开，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公开了这些东西，我受不了，会直接的影响到我和凤玲的感情，你就会很难过，你会打电话跟父母讲，哇，上海人本身也是蛮骄傲的，对，但从小就是没有被别人讲过，然后但是现在就是被很多的留言攻击，甚至有一些白眼，或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要祝福就好？丽婷理解吗？理解，可是我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啦，因为你还没有找过圈内的，对不对？还是有。这反应有这样的。那你这个方向转一下。那就是说，你会理解说，如果圈内跟圈内人谈恋爱，也不方便公开，对吗？是，其实我谈过。已经没有了，可是那时候我也不敢跟人家讲，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原因呢？就怕咯，我就是会。就是担心人家会讲话，还是会讲闲话，还是什么话，就不喜欢被讲。我不喜欢，就是OK， 我是一个很相信 energy 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人家在你背后讲的话这些都会负能量 to you， 他是会跟着你走的。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还没就是真正确定这段感情呀，我就不会想说我先去跟人家讲。有人猜，可是我们也没认我们的同事那个时候很盛行圈内人爬拖，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配对率很高，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了。以前没有电话嘛。你懂吗？电话没有这样普遍，很贵嘛。对，所以我每天开工都见到你。所以在你的感受当中，以前的艺人之间拍拖跟现在艺人之间对于媒体的防范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不一样。我觉得以前的艺人可能比较含蓄，可是他们大家都知道，可是可能也不去拆穿，或者是都会一段时间大家都好像你都知道，我也知道这样。然后，可是现在的艺人，我觉得他们拍拖，因为基本上可能社交媒体太发达了，然后很多人有些时候给很多评语，会影响到他们的感情，而且还没有确定的话，会觉得这段感情不知道是不是适合的时候公开。有没有就是你们经理人说公司规定不可以谈恋爱的？其实没有我反而是在当模特的时候，经纪人跟我说。你最好是不要谈恋爱，因为他们觉得你一谈恋爱，你的 market value 就会掉。是就是说你可能少了粉丝，你一公开就是跟别人在一起，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得不到了。那你公开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考量？就是他会遗失有没有掉粉？对，遗失一定的粉丝还是什么？不会，反而有增多了。那如果有人讲你
你们不公开就是为了怕掉粉问题？我没有，但反正我会担心凤玲会不会掉粉，因为她粉丝很多。对了，你会担心？那他担心吗？我会担心他好像没有在意这个，他也是一个蛮敢爱敢恨的一个人。对，他就没有在意那么多。对，然后就是好像说，如果真正支持他的人，就是怎么样他都不会离开。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既然你们要就躲躲藏藏隐瞒嘛，在你们隐瞒的时候，那日子怎么过嘞？现在可以公开了吗？我们会找一些来秘籍比较来说特别的地方。对。特别的，比方说，我们会约在 Bukit Timah 那边有一个法国的一个 cafe， 它是在一个corner。明天开始全部变成打卡景点了啊 ！OK，Bukit Timah Mo Cafe， 对，那地方东西很好吃，哇，你们开销很大嘞。没有 cafe 啦，咖啡也就成本差不多。然后重点是那一区住的全是外国人。你要不要记下来？那些？不需要。不需要。对，就外国人，全是外国人。对，所以又不认识我们，又离公司不是很远。对，我以前听说我们有一个某艺人，以前也是这样，也在Sixth Avenue 啊。据说那个店里面只有4张餐桌吃意大利餐，很辛苦的，就都找这种。不然的话，你就走远一点的，在那些比较大自然的地方的一些 cafe。公园呐，或者对，双栖部落啊，对，不然就是我也听说，就是朋友家聚餐，去朋友家玩在一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情侣，可是就装不认，然后那多辛苦啊，很奇怪了，真是不明白。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真是的，全世界都知道了，然后两个人去后面，然后。站起来去厕所看，哇，2个人在舌吻呢，然后出来好像没事。他说去厕所的时候就看到2个在舌吻，然后就这好劲爆，他就走开就回去，好像没事这样，然后出来就好像没事情这样。有没有口红没擦？可是明明知道他们在一起，可是就不认很长一段时间。我本身不喜欢出门。所以我是很 OK， 你过来我家，我过去你家，我们 just 是啊，很多艺人都是这样拍拖的，这样子。所以刚结婚的姐姐也是这样的啊，她说在家拍拖的，在家拍拖，真的。你老去某某家，你以为邻居没有看啊？那谁跟谁不就是被邻居拍到了吗？我觉得 OK， 我幸运的是我还没很多人认识我，所以我这个其实我不用那么去担心会不会有人发现。在圈内拍拖以后，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了呢？有没有后悔公开？其实不是我们公开的，而是被别人拍到啊，然后最终还是被逼公开，就是在那个空中被爆说，有在乌节路看到某公主和某公子手牵手搭电梯这样子，在背后拍我们的背影。那胆子太大了，手牵手乌节路，你这是刻意没有人好，他是故意给你漏风，让你们自己去。对，我其实也是被媒体挖出来的。其实真的，我也有经历。你是因为被拍到吗？舌吻被拍到？不是，因为是好像出国回来被媒体拍到啊。然后大家就猜就这样哦，然后我只记得那时候老板跟我讲，你不会这么快结婚吧？我27岁的时候还在这样问我嘞。对，我说老板我已经很大。女生结婚可能就面临生孩子，她也会退出一段时间，这没办法的，要淡下来一段时间。明杰公开之后就很解脱是吧？很释放。多久你们之间？OK， 因为后面为什么是真的坦然公开，是一次红星大奖我的失误，就是我太兴奋了，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热恋期，好劲爆哎！对，那一次我就是太兴奋了，然后突然就脱口而出了一句话，然后弗利薛就看我。然后那个警告，我讲他看我记得那个新闻，后来人家都报了，后来都讲这个，对。凤玲穿黑色，关键时刻女生是比较淡定的，她很淡定，我疯了，因为太开心也会暴露的，露馅了。你觉得什么时候真的可以公开了呢？是不是一定要到你们肯定要结婚了？其实我比较像是，如果人家发现了，就给他们发现，我不会说特意故意去公开说。我谈恋爱了。我谈恋爱，我会去想说，能看到我会嫁给你吗？如果我看得到了，我就 OK， 这是稳了。那你现阶段是有男朋友是圈内还是圈外？圈外，我可以说我有男朋友，可是我不想说是谁，所以有时候讲他的东西，就人家会猜到是谁。你们有没有专门就这个问题很具体的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一种，我不知道是一种
彼此知道的默契就是不公开。因为我们有 mutual friends，先知道。没错，恭喜啦！谢谢。只有心里对感情没有把握，才对这个看得很重。感情有把握，这个就看得越轻嘛，对不对？我觉得起初是因为怕这些共同的朋友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哦，你们觉得要认识娱乐圈的人有什么方法？这是什么问题啊？对啊，就是在圈内容易找到圈外的人吗？难。不是圈外人找圈内人，圈内人找圈外人很难。我跟你讲，其实我们的很多。哦，是吗？那你厉害，你不但找圈外，找天上飞的，好厉害！我不要讲话了。OK， 怎么找圈外？其实真的很难。其实好像圈外人觉得艺人很难认识，也很难去可能他的生活水平要很高。女艺人也和男艺人也是觉得很难找到伴侣。最早我不要圈内的，是吧？啊，最早我是不要圈内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圈内就够了。对。好，另外一个就可以相夫教子，然后就你想过最好什么职业吗？什么领域？女佣啦，就不是然后去打扫照顾她。其实我有想过是最好是幼儿园老师那种幼教啊，你还幼教啊，幼教就钢琴老师，对，老师型的，不然的话就是艺术行业，就好像是广告公司的那种搞创意啊，文案啊，搞创意的那种。如果再让你选行业啊，你希望凤玲这个人不变，最好不是演员，有没有点吸引力？我这句话，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讲啊？还找个演员啊？不会嘞，我妈超级喜欢凤玲。我讲不是人嘛，所以她喜欢演员。我妈喜欢演员，连儿媳妇都最好是演员。哇，你妈也太，你妈做导演的吧？我妈真的是喜欢演员。然后编剧。跟圈内的人谈恋爱，我觉得优点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很刺激，因为没有人懂。然后，如果你看这个想法，你在公司神秘感呀，你在公司碰面的时候，你又要很像假装不认识，不是很熟的那种感觉，而且双方都能够理解。如果你找个圈外，他可能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公开，对不对？呀，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好玩的，就每次都会刺激。然后你就看周围的人，很像有在怀疑吗？没有在怀疑吗？都有那个在吊别人胃口的感觉。这样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公司看看谁两个人见面假装有点淡漠。搞不好真的是有事。阿姐，你拍戏的时候没有跟圈内人拍拖吗？没有，因为太苦了。太苦了吗？我就对，这个时间也很难拿捏。所以你因为这个原因拒绝过谁？好比说明杰追求你说，我讲好不要找圈内人，虽然我很喜欢你，有吗？没有了，其实肯定有。你不让我讲出来谁哈？不是，人家追你，跟人家讲说对不起，我们应该同行，我们。Sorry， 其实我很喜欢你，你不做这行就好了，有没有？不是这样，就是基本上可能拍戏的时候大家 OK， 可是或者你会过的嘛，就是呀，就是可能拍戏的时候 OK 哈，拍戏的时候你很当然现在找阿姐以前拍戏合作的，你会发觉找到哪些是感觉比较 OK 的，就曾经有过的。不是这样，就是可能拍戏的时候大家聊，可是过了之后就没有时间的话，就是不是说那种喜欢，就是大家很谈得来，可是好像明杰前一阵子我们一起去运动，现在没见面，好像有一点点又没有像之前。那是在一起有感情的嘛。拍戏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拍戏的演员，可能我们演员的关系，我们要很快的去凑合那个情绪，很容易的去开始建立一个情绪。可是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去卸下这个情绪，不会去强求说，为什么最近感觉不是这样？你们都有一个经验，是跟圈内人同行有这种感情经历，可不可以聊一聊有没有什么优缺点？就面对的压力都是一样的咯。面对压力，对，因为好像说对一样的压力。如果一个是圈外，跟他就没关系了，对不对？对，他有他工作上的压力，但是现在是优点也有缺点，但他们是一样的。他的压力也变成是你的压力。对，因为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行业做工，所以我们都知道彼此面对的是什么。那同样的，如果说今天我没有拍戏，他拍戏，那他回来他所面对的压力我懂，所以我懂怎么去安抚他，帮他释放压力。如果这是优点，那如果缺点就是两个人同时拍戏，带着彼此的压力回到家，那沟通和相处就会出现问题。对，我听过很多演员不能批评演员的，就夫妻间不能批评了，对不对？除非我特别佩服你，
对吧？有的先生演戏特别好，他特别服，认识的人就服，那可以。要不然的话都是你演得好，你演。对啊，都骂来骂去，真讨厌的。再步入外行，你心里很恨。如果找个不懂，他就会膜拜我，因为他不会，你懂吗？对不对？你老婆是这样吗？对你啊？是吗？老婆是不是我不是，崇拜你？我老婆是一个最大的批评家。OK， 因为她批评我也服，因为她纯观众角度，你不服不行，对吗？我跟凤玲是会分享的，我会叫她抽空有时间，来看我的东西。你是本着虚心学习的态度，你有批评他吗？我也会讲 ，OK， 我也会讲。他听完会生气吗？起初有一点，对，因为他有点不服，他入行也是很久了，他拍很多戏了，那我入行比较迟一点，那我就会分享一些我的看法。他有点生气，然后结果就再也不分享了。错，有一点生气。隔天我回来的时候，你讲的还是对。其实你昨天跟我讲这个我看 playback， 我觉得是嘞。但之后我就越讲越多一点点。那你过分了。慢慢的，有季节性的，可不容易的，相互可以接受。是。批判不容易，因为表演这个东西，它不是1+1等于2，每个人都自己很大的看法。丽婷跟同圈的人拍拖的时候，有没有对彼此的事业工作聊过？有，可是通常我讲的比较多。对方怎么样？就听咯，不会生气。不会，反正我觉得，因为他比较像是他听，如果他 agree 的话，可能他会 affect 一点点，可是他也不会说出来。就他自己在里面自己。现在我也在猜嘞，这样讲。不要猜啦。这个他已经有透露很多讯息了。我们再强调一点，人家现在暂时已经分手了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你可以猜一猜，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你答案的。这个是可以保证的，至少我没有兴趣猜。今天真的很开心，谢谢2位年轻的朋友分享，不需要这样讲，让我这个从来没有在圈内有过恋爱经验的人试试看呐。这话不是乱讲的。什么叫试试看？你先来，不然我追你好不好？你先来。哇塞，阿姐现在玩得很大，剪掉，收回，剪掉，玩得很大。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感触就是如果是一个圈外的朋友，他会真的知道艺人的所谓的恋情公不公开，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大家想的为了炒作为了找热点，真不是。这个实实在在存在情感上的压力，以及观众口碑的压力。同时，我们其实保护我们艺人，保护自己的形象，也是为大众做这种服务工作做准备，对吧？你总不希望看到电视打开每一个都有劣迹斑斑，这很可怕，对不对？总是会看到一些。你有社会责任。对，没错。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慧眼说亮话希望我们每一集你都喜欢，也希望可以在留言区看到你的建议和意见。对，希望你会 like and share and subscribe。谢谢丽婷 ，Thank you， 来。女人要不要嫁个有钱人？因为可能在别的区域，就是女艺人就一定要嫁有钱人。她是嫁钱还是嫁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女孩子都很想独立，都想靠自己的钱，想赚自己的钱。所以 I mean 当然也是有另一半是想要嫁入豪门的，就是做太太。就算嫁给了一个有钱人，我还是会继续工作的。新加坡女艺人比较少我觉得嫁豪门的好像还不多。我觉得有些人你问他是不是真的有爱，我不知道